哎，各位大家好，今天呢，其实不是来扫地的，我今天是来担任 Pagani 的一日的见习生。那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虽然说是见习生了哦，但是你要知道，能够进到 Pagani 工作，这种机会是没有人有的，非常的难得。那我们当然是因为这一次香港他在 Huayra-Ross 发表的机会，那我特别跟他们谈一下，是不是说可以让我借由这个机会来当 Pagani 一日的见习生，没想到居然 OK 耶！所以呢，这是代价之一啦。我要扫一点地，要洗厕所。不过呢，非常难得这一次呢，有英国来的这个全球的售后服务总监 Andy 来当我的老师。OK，Andy， Hi，Nice to meet you. Yes. I hope that today I can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Pagani. So do I. Okay, I can throw this. Yeah. Over here we have the. 这应该是第一次呢 ，Pagani Huayra 的车子底盘的底板卸下来，我们从车子的下面呢。去看这部车的结构跟悬吊，它的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是这一次呢 Huayra-Ross 的新的一个设计，就是在它的刹车的一个冷却导管，从这个底板进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冷空气呢直接从这里灌到整个刹车系统里面去做一个冷却的效用。好处是在于说，高速行驶的时候、激烈超价的时候，提供更好的冷却效果。当然，我们趁这个机会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车子哈，radiator，this is the cooling system， 就是水箱，然后散热的水管从前面散热，然后水管到后面冷却引擎，然后再回来这样一个循环的系统，管子在这里。那你可以刚好借由这个第一次曝光的机会，你可以看到它整个下面的设计。This is aluminium. It's machined from aeronautical grade aluminium. Okay. Very strong. OK， 它这个是航空用的这个铝合金的锻造技术的材质所做的这个下底背的悬吊，强度非常的高，然后重量非常的轻，这个是它的特点。你看吧，这是我们独家的机会，可以看到它下面的一些设计。Pagani 呢，这是心脏部位最重要的盖子就要打开了。刚刚 Andy 跟我们说呢，这个车子的引擎呢，它是属于干式油底壳的，它不是跟一般的车不太一样。它另外有一个机油的桶在这边。那这样的这个设计呢，主要是让引擎的重心可以降得非常的低。这时候呢，你也知道，重心越低呢，操控性就越好，因为毕竟引擎的重量是占了整部车的重量非常大的比例，所以呢，这个引擎重心越低，它操控越好。那另外呢，它会有一个机油的这个桶子在这边，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把车子撑高，把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在保养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可能有没有一些漏油的状况，所有的螺丝。像比如说悬吊结构的螺丝都要重新再检查一次，因为毕竟这部车它用的悬吊系统跟变速箱系统跟一般的街车都不太一样。毕竟你任何一台 Pagani， 它的时速都超过300公里以上，这么高的速度呢，这个所有的悬吊的螺丝各方面呢，这个都检查都非常的重要。它这个变速箱呢，其实是属于赛车规格的变速箱，跟一般的变速箱又不太一样，它是属于不是双离合器系统，是单离合器系统，可是变档速度又非常的快。那这些设计呢，都跟一般的车，甚至是一般的超跑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为什么 Pagani Huayra 它这个车在开的时候呢，所给人家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那么多富豪会花好几百万欧元，就只是为了要追求这样的一部限量的车款？电池呢，它是用的也是台湾的厂商供应商所供应的电池，体积非常的小，又非常的轻，但是电力非常的足够。你要知道这么大的一部车，
它用 V12的引擎，结果呢，电池就这么小一颗，就可以让它驱动起来，厉害！这是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刚刚除了前面看到的第一次之外，后面这个引擎下方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非常的特别。刚刚 Andy 也跟我们说，很少有人真的是媒体记者采访到连车子底盘都要升起来看的，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各位非常幸运，你们这一次。现在呢，接下来我们保养的步骤呢，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就是用电脑来检测车上的所有的电路的系统，还有它的整个 program 的运作，是不是正常。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呢，不好意思，我不能让你们看，因为这个是机密但是呢，这里面的画面其实是把所有的车子的电脑啊，还有整个行车的讯息的部分都会秀出来。然后呢，他们可以借由在试驾的时候呢，去检查这个所有的里面的资讯呢有没有出现错误、故障码或者是错误的状况。然后呢，从这个画面的讯息里面去判断车子的运作的状况。然后有问题，当然就是借由这个整个程式去做一些修正跟调整。那你可以从这个整个系统看起来，其实就是跟专业的赛车是完全一样的整套系统。所以难怪这个车子它的整个性能的表现，还有整个设计呢，确实就是完全出自于赛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说它是路上开的街跑，可是实际上你等于是开着一台装潢非常华丽、非常设计非常的典雅的这样的一个超跑在路上开，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身的性格呢，其实是一部赛车。好的，现在呢要打开整个的后面的引擎盖。那刚刚呢 ，Andy 在保养的时候一直讲到，就是螺丝的检查非常的重要。刚才提到这个车的性能非常的快，随便极速都300多公里。那这个悬吊螺丝的整个结构的设计，在保养的时候非常一些重要的重点，像它这个 push rod 悬吊，你看到它这个是鱼眼的设计，它是没有什么那种缓冲的。那这个在震动的部分呢，对螺丝的这个锁的这个torque这个扭力的部分呢非常重要。所以每次在保养的时候啊，这个在检查的时候呢，都要检查那个螺丝锁的那个扭力是不是刚刚好。刚刚我们检查的时候设定那个扭力，所以它锁紧的时候有咔咔咔咔的声音，所以表示它这个螺丝呢，它现在的固定的力量是刚刚好的。再来呢，它的这个轮圈呢，它里面的轮圈盖，它是用钛合金做的，就单颗螺丝钛合金做的。然后它在之前呢，会有一个螺丝，是一个固定螺丝，要先把它拆下来。然后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专用的螺丝的这个头呢，这个也是Pagani自己做的，你外面买不到，也不是外面工厂做的，是Pagani自己做的，就是为了要拆它专用的这个轮圈的螺丝。这个轮圈呢，因为非常的大，它那个扭力要非常大，所以它用的这个工具也非常大。这个就跟赛车的这个轮圈的扭力扳手是一样的。经过一整个下午啊，这个由Pagani的全球售后服务总监 Andy 呢来跟我们讲课。其实我上过了 Andy 的课之后，我现在已经算是小小的专家了哦。借由这个小小的心得呢，来跟各位说一下，就是Pagani在使用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重点。第一个，这部车你不管你有没有开，不管你的里程数呢是少到多么的少，这部车最少1年都要保养一次。这个引擎呢，运作的时候是高温高压的设计，那引擎的机油在里面，你如果太久没有发动，其实那个机油的本身的成分也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因为它车上用了很多赛车的悬吊系统 ，push rod 啊、鱼眼啊、干式油底壳啊、铝合金的锻造悬吊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都关系到一个这个螺丝的这个 torque 这个扭力的锁的松紧度非常重要。所以 Andy 刚刚呢，我们每次在讲到东西的时候，他都一直讲。螺丝的这个锁固定的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
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轮胎，胎纹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磨损，但是呢 ，Andy 说，实际上轮胎呢大概1-2年时间最少，你即便都没有在开，它轮胎就要换掉了，因为呢，帕加尼的车主呢非常的爱车，然后他使用的几率里程都非常的少，然后也经常会去做美容保养，对不对？那你要去做美容保养的时候呢，不是指外观的外观的美容，通常它会轮胎上面会上一些轮胎蜡、轮胎油，有没有？让它看起来更干净，是不是？但实际上那些轮胎蜡、轮胎油呢，对轮胎的胎质来说是非常大的伤害，而且会严重的缩短它的寿命。所以说，再加上这个轮胎的胎质一样，你没有开，它就是会硬掉，所以它轮胎一硬掉，抓地就会变低，然后再加上这个车子。随便动的700-800匹的马力，0到100加速是只要2点多秒、3秒而已。你油门一下去的时候，你轮胎抓地力如果不够，瞬间马上就会打滑。真的，超跑它在保养的时候，很多程序实际上都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绝对不是一般的车子的那样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呢，今天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上这个课程，真的非常的难得。